爷今日逼太平金星斋，灭你骆家满门。少爷！骆家列祖列宗，我回来了。3年前，我顶着逃犯的身份，辗转找到于将军。于将军念与父亲的情谊，冒险留我在七帅军中。想不到我当年一句戏言，今日成真了。往后，你就叫七九，和我一起为七帅效力。还不快谢谢于将军！于将军的救命恩情，七九永生不忘。这3年，崔小姐对我照顾有加，文谦敏感于心，便与她一结金兰。姐，弟，如今的文谦已不再是那个让你们操心的混小子，可惜你们已经看不见了。爹，姑姑，大哥，今天是清明节，来给你们少点纸钱。你们在那边过挺好的吗？我也挺好的。虽然我现在叫七九，但我始终没有忘记我姓骆。如今七帅在东南抗倭，我已向其请命，回徽州为戚家军裁判军责。我终于要回家了。姑姑，大哥，有朝一日，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，带着你们的牌位，回到这里，回到骆家，让我们骆家重新站起来。爷爷，这是什么？新任木官严大人上任，今晚在四宝酒楼宴请莫爷各家同仁。爷爷也收到了严大人特意请七祖母转来的请柬。想必这个严大人已经知晓爷爷丁齿明示，不再知墨一事，否则也不会刻意的将给爷爷的请柬给了七祖母，让他老人家转交。那你觉得爷爷是去还是不去？若是不去，驳了严大人的面子事小，只怕七祖母那边会得罪严大人，难以自处，与李默也是不利的。可若是去了，想必这个严大人肯定要提出一些要求，若是跟墨相关，爷爷又会为难。
是啊。爷爷，不如今晚我陪您一起去吧。你？是啊，平日都是爷爷给我当靠山，今日我给爷爷当一回靠山。像我这样的小辈，就算当场说错了什么话，想必那个严大人也不好同我计较的。严大人，这是还有贵客未至。稍等片刻。一后生启动驾到。严大人，严大人，戚某来迟，还望恕罪。无妨。啊，诸位，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呢是义后生典当行的戚东家，身家丰厚啊，有心涉足墨业。在座的诸位啊，以后可以多多的跟戚东家交流交流啊。还望徽州墨业的各位前辈，给戚某一个机会。诸位，本官初来徽州，以后这墨业上的事儿，还要靠诸位多多的帮衬呢啊！本官先干为敬啊，请。大人请。哎呀，本官来徽州这一路啊，多谢。真是山明水秀，粉墙黛瓦，大美如斯美。可是本官这心里头，反倒有些黯然。想当年，李八爷制墨五杰首作，助阵李墨，几乎统领天下墨法，一骑绝尘。李家执掌贡墨权呐，这才使得贡墨权花落灰墨10数年。结果呢，后逢变故，好在落墨再次指印数年，结果也逢了变故了。如今呢，贡墨权早已旁落数年了。诸位，原因呐，是天不时、地不利，还是人不和呀？大家可能有些疑惑啊，本官怎么一来就一反常规，反客为主，宴请诸家呀？实则是想跟大家说说掏心窝子的话，叮嘱各位几句。贡墨再选不远了，此次机会千万不可放过，大家一定齐心协力啊！有才出才，有力出力，有志用智，团结一心，让咱们徽州墨业再创辉煌啊！大人，真是用心高远啊！我徽州墨业定当殚精竭虑，不负大人苦心。好，敬大人一杯。行。严大人羽翼深长，徽州墨业上下一心，戚某感佩。借此良辰，戚某也准备了一份厚礼，想要献给严大人，以及徽州墨业的各位前辈。
严大人，请。哎，这个盒子倒是蛮有意思啊。哦。祁东家，难道你送我的是失传已久的七烟古墨？没错，这七烟古墨名为紫气东来。传闻老子西游出关时，官令尹喜望见紫气浮观，便知将有圣人路过此地。果然，老子骑着青牛而来。后人为此典故制作了这方古墨，传承至今。寓意希望和新的开始。而今日严大人奉天命而来，使歙县乃至整个徽州墨业焕发新生，岂不正契合了这方古墨？好，真是太好了啊！祁东家，你的这份礼物啊，算是送到我心坎上了。谢谢严大人。哎，我忽然啊有个想法，诸位，此等宝墨，如能再次复原传世，那咱们徽墨夺魁，岂不是十拿九稳呐？啊，陈三爷，你们陈家是以七烟起家的，可愿一试啊？严大人，七烟古墨为清起烟，而如今陈家七烟墨为魂七烟，两者相去甚远，但陈家必定努力，争取恢复此墨。严大人，田墨虽非七烟起家，但也愿意尽力一试。严大人，我们潘家也会尽力而为。好。李八爷，你们李墨有100年的底蕴呐，这复原七烟古墨，还得由您替李墨扛下这个重任呐！啊，严大人，严大人有所不知，八爷已被出族，且丁齿明示不再之末。但景东有信心。严大人，宗法不可废，族规不可违。今岁惭愧，大人莫怪。八爷就是八爷啊，这宗法族规，句句在理呀。八爷，我也问您一件事儿。您这宗法族规家事，难道比圣上的事还大？您给断断。严大人，我愿意替爷爷一试。谁？你，一个小丫头。严大人，民女李珍随爷爷学墨3年，虽不成气候，但民女坚信事在人为，因此我愿意为此一试。这杯酒，我敬严大人。且慢。诸位，我是万没想到啊，李墨的风骨
竟然在一个小丫头身上。哎，丫头，这杯酒，本官敬你，请。恭喜严大人，若七烟古墨复原成功，那徽州墨业将兴盛有望。我叶后生出银100两，为这次复原七烟古墨添个彩头。好啊，好啊，七东家这个话说得豪爽。诸位，还不赶紧敬七东家一杯啊！来来，敬。七东家，我们田家敬你一杯。好，没事啊！哎呦，没事。哎呀，今日良辰美酒啊，举杯共饮。好，诸位，留步！严大人，慢点，告辞。留步啊！改日再聚啊！再会。好。这啊，再会。小心，严大人。再会啊！再聚一定再聚。甄姑娘，七东家今晚真是大手笔，真是大生意人啊！戚某不过是一介上古莽夫，给大家添个彩头助兴罢了。七东家初入徽州，便当街竞拍烟台，15两金，先声夺人。今日又是用一块七烟古墨。讨得严大人的欢心，引各家入局，就连我那个已经丁齿明示不再制墨的爷爷，也被架了上来。七东家这次来徽州，是要做多大的生意啊？戚某来徽州，自然是要做关于墨的生意，拿来拜见严大人，也是理所应当。但甄姑娘刚刚说的，好。即便这是一盘棋，那墨业的各位前辈们，刚刚不也甘愿当棋子吗？倒是甄姑娘你，艺高人胆大，戚某佩服。或许戚某能和甄姑娘日后做个朋友，也做个生意上的伙伴。我们两个还是保持距离，不要当朋友的好。做生意嘛。若是当了朋友，那这生意可就做不成了。好，戚某受教了，那甄姑娘来日方长。爷爷，我们也走了。李八爷，慢走。真没想到，今日这李家姑娘竟也入局了。没想到，东家，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？且行且干，静观其变。哎呀，今夜之举，过于鲁莽。爷爷。那严大人把您跟七祖母都逼到这份上了，若是没有人出面应下此事，难道您想眼睁睁地看着李默还有七祖母为难吗？哎呀，再说了，我是您亲自教出来的徒弟，又是小辈，由我应下此事最合适不过了。而且，我能有机会复原这七烟古墨，于我墨迹上是一种考验，
在治墨之道上也有更大的注意。而且你想啊，爷爷，万一我真的复原出这七烟古墨了，那名利双收，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啊。那戚东家都已经承诺了，会有100两的彩头，我肯定不能让这么白胖胖的银锭子从我面前溜过。爷爷，我应都应下了，您就别愁眉苦脸的了。你这个丫头啊！走吧，走吧，爷爷，回家。娘，娘，回来啦。哎，你们俩怎么空着手就回来了？外头能买到的生漆全被买光了。那买不到生漆还怎么制墨呀？只要制出这七烟古墨，便可得墨务官大人的青眼。恐怕现在整个徽州的墨坊都为了这个事儿卯足劲儿干的，这生漆自然吃紧得很。不过，我总觉得哪里有些奇怪。真娘，你七祖母。这丫头啊，昨夜宴席上你替七祖母出了头，这七祖母还没好好谢过你呢。七祖母，您无需致谢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爷爷。那总归是你替主家接下了这份差事，你对主家是有恩的。这丫头，我们都知道，制七烟古墨与烧烟台不同，是制烟料配方产生的废漆废料，对烟棚来说，要求极为苛刻。你说那个老磨坊，年久失修，你干脆就回主家研制七烟古墨。那主家的工人师傅任你调配，一切损耗由主家担着，这样你就可以心无旁骛地研制，如何？七祖母，复原七烟古墨一事，真娘有几点想同七祖母讲。你说。第一，我只是回李家磨坊，并非主家，李家内宅之事，我不想介入。丫头啊，祖母心里知道，你对主家还有心结，我绝不会强求你。第二，若是景东叔跟绛月四叔母闹事闹到我面前，我定然不会忍气吞声，到时可别因为此事而耽误了正事。这一点你大可放心，你景东叔和四叔母那边，我定会打点好。这第三，此事我是为了爷爷，为了李家所接。若是这七烟古墨顺利研制出来，墨方可归主家所有，但是我们八坊也要占一份力。至于多少，七祖母您看着定夺便是。合情合理呀，七祖母当然答应你。多谢七祖母理解。真娘啊，你果然长大了。
瞧瞧年今的你，行事稳健，思虑周全，还懂得为自己争取。齐祖母心里很是欣喜。那我这些，自然都是跟七祖母您学的了。跟我学的。甄丫头，你在研制的过程中碰到任何难处，直接跟七祖母说。七祖母，这眼下正好有一事。今日我同哥哥去买生漆，这市面上都售空了。不妨不妨，你六爷爷那儿啊，在郊外有个庄子，新种了一片漆树，足够你用了。只是你六爷爷要你亲自去讨。七祖母，您就不能好人做到底吗？我还没好人做到底呀。你说说，你从七祖母这儿讨了这么多，七祖母就不能跟你还个价吗？甄娘知道了，那甄娘自己去找六爷爷。七祖母，若是这七烟古墨顺利研制出来，等我拿到钱，到时候请七祖母吃茶。哟，鬼精灵呢？好，我等着。去六爷爷那儿。哦，甄娘，你是让我去当说客。六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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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甄娘来取生漆，劳烦您批个条子，好让我们去找春花姑姑。你觉得自己真能复原这古墨吗？行，然后知之间，非力行焉者，不能知也。若是我都不去尝试一下，怎能知道我是不是能够复原呢？这块墨和你在严大人宴席之上所见的七烟皆为古墨，资历、源流都不输他呀。你若是能看出这里边的门道，生漆我可以给你；若是看不出，一切免谈。六爷爷，这题款已经模糊不清，如何考究？题款若看得清，我还考你做什么？六爷爷，那七祖母都说，说这方墨虽然周深包浆厚重，但仍然挡不住墨彩神异，气韵隽永。从上面的云鳞纹可以看出，这方墨应当有些年头了。原
满满的药香味，这里面还夹杂着一丝甜淡味。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关窍便是在这一丝的甜淡味。是荷花。我知道了，这方古墨便是名闻天下的龙香剂。你可知它的来历？我小的时候听我爹爹跟我说过，说这唐明皇曾为潞州别驾，某夜伏案书写时，见这桌上的方墨上跳出一个黑衣小道士，如影而形，见到他便直呼万岁。这唐明皇问小道士其来历，小道士说：“墨之精，龙宾也。”之后唐明皇登基之末，便想到龙宾之事，便为此墨取名为龙香剂。六爷爷，我说的可对？此墨关窍在于取荷花之叶荷墨。拿着凭条去西郊庄园找你春花姑姑领生期吧。多谢刘爷爷，那真娘不打扰刘爷爷了。还给你，拿着。真娘，上等生漆昨日长工才割好，你跟花儿先歇着，我亲自去取。哎，春花，那漆树可会咬人，你就在此歇息，陪着姑娘喝喝茶，我去取来便是。多谢姑父。快，先坐，喝口茶。哎。春花，漆桶拿回来了。哎，真娘，你看，看看，足足3升的生漆啊！多谢姑父。哎，别，这漆桶太脏了，可别脏了你的手。没事的，我在家经常干活，这点脏不碍事的。哎呀，我叫个长工，给你们一路送回去便是了。那有劳姑父了。哎！你个臭小子你！啊！这生漆有毒，你想害死你爹呀？你还哭？还哭？你先别训孩子了，快去把衣裳换了吧。快去啊！真娘，实在对不住啊，孩子小不懂事，我这就让长工再去拿些生漆来。没事吧？痛不痛？不哭啊，不哭。给你吹吹啊。李德才，你往生漆里面兑了什么？为什么那么稀？春花，都是我不好。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，都是我不好，我糊涂，糊涂。你还不说实话？我就是瞧着
生漆行情最好的时候，那田本昌出手又阔绰，我就许了田家5升。可谁成想，爹居然要把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漆，就这么拱手送给那个甄姑娘，那不就不够了吗？你这说的什么话？甄娘在咱们家制漆研墨，那是七婶亲自许诺过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哎呀，春花，是我没用。甄娘，久等了，姑姑。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花儿呢？润哥哭个不停，花儿带他出去玩了。今天实在对不住啊，耽搁你这么久。姑姑，这些年您过得还好吧？还行吧。哎，净月桶啊，其实挺重的，你拿回去的时候小心着些。哎，那姑姑我先走了，不打扰你了。正好我去找下花儿他们。好。姑姑，若是日后遇到什么事情，记得喊我，我一直在。也不知老夫人是怎么想的，让一个小丫头来当制墨师，你说谁能服她？啊，谁又能听她钱？这不是胡闹吗？这不是？少管事，这几年磨坊生意差，本就兴不起，若是让那个甄姑娘来这瞎折腾一通，怕是更难管了。您到底是怎么个打算？稍安勿躁，我知道你们为难，咱们权钱呀，只当把磨坊借他用段时间。那管事的还是咱们啊，他要用料用人，都得从我这儿走。哎，这磨坊的规矩啊，也没变吧？爹爹，你看啊，我先刮墨灰，然后刮完了以后呢，放贝香、乳香、梅花、桂花，我就揉面团，拿大锤砸，砸，我就使劲砸，砸。砸完之后呢？翻个面，继续砸，砸，砸。男左女右，该怎么样？哦，好的。少管事，甄姑娘，这是制墨坊，这是和磨坊。哎，这是筛烟的赵师傅。赵师傅，一个女人能有什么大本事？赵管事，日后甄姑娘会经常在烟棚出入，你们还是要穿戴整齐。我们在磨坊干活，穿着一直如此啊。对啊，这要把大伙热出个好歹来，耽误了工期，谁来负责？再说了，进入李磨磨坊，向来是不论位次，一视同仁，总不能说来了个女的，就什么都变了吧？对呀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那日不识我超平烟台的蠢货，
左右见那丢人的又不是我，我有什么可在意的？呵呵，哎呀，好飒爽的性子呀！怪不得3年前敢当着所有人的面退婚，怕是那时起就不要什么名节和体统了吧？现在光着的人可是你们，要说名节跟体统，也是你们不在乎吧？快把衣服穿上。穿衣服。陈姑娘，这里便是李墨烟棚，可供您使用。那少管事，我需要烟碗30盏，灯草10烹，和墨大盏30，还有昨日我从六爷爷那里讨来的生漆，也请分装妥当，送到我的烟棚里。姑娘要这些，得先开单子去库房支。开单子在我这里，库房归蒋师傅管。东西拿到手，用了多少，留了多少，郑姑娘要自行留意。每日收工后做个统计。待此件事了，我还要验看收齐的。这么麻烦？这是李墨的规矩。明白了。生漆先用多少，后用多少，没个数目，重写一遍。少管事，您看看。烟碗的型号和数量没写明确，重写一遍。郑姑娘要什么样的烟碗呢？头号是大的，还有3号，还有最小的。少管事，给您，这次绝对没问题。回来了，真娘回来了。来，爷爷吃饭了，真娘回来了。吃饭了，真娘。来，快坐。多吃点啊，累一天了。真娘，你平时烧烟都眉飞色舞的，怎么烧这7烟台都愁成这样？以往这烧烟配比啊，都大差不差的。我不过管一些火候时机，可是如今，连烟油配伍也要一一试过，跟我想的实在差别太大了。生漆那东西稍有不慎，有其气疮。用这药膏，一擦就好。什么气疮？什么疮？没事儿。啊？来，我看看，看看你的手，没事儿。哎呀，娘没事儿。要命了，怎么这么严重啊？这支，来这支我看看。没事儿。疼不疼啊？不疼。药给我，药给我，快点。你说说你，横竖都是挣钱，既然这7烟古墨这么不好做，
你干嘛趟这趟浑水啊？受这些没必要的罪。受点苦怕什么？怕就怕有些人有些事情让我心烦，尤其是那邵管事，自打我进了磨坊，天天挑我毛病。不是说我取料没有登记，就说我这个用料数量对不上。取个烟碗，就让我跑个3、4趟呢。这人真是太过分了。少安之做派，倒还和以前一样。如此，我就放心了。爷爷，您这话是何意啊？哦，你跟爷爷说一说，按你的计划，这烟要烧到什么时候？大致要到下个月配伍才能一一试过。下个月，还要1个月呀？这还算快的呢。我估算了一下，大概还有200余种配伍。啊，这得烧到猴年马月去啊！来，那针，就算烧到猴年马月，我也要试。那当年爹跟爷爷不都是这么烧过来的？哎呀，倒也是。当年你爹啊，烧烟一起就是20多盏。是啊，配伍虽然不同，那终归不就是烧烟吗？我若是点上数盏一同烧，那必定能快一些。娘啊，还得是您呐！怎么了？爷爷，我不吃了，我去烟棚再试一试。饭还没吃完呢，吃完再走啊。你没吃几口？来来来，走啦。爷爷，爷爷，您快瞧瞧，我这古墨漆烟台复原的如何？来，这漆烟台有钝感，润成色只能勉强算是良品了。拿来制墨不过是凡庸之物。这是200余种配伍当中最好的烟台了。要不，我再将那些生料分得细一些，我就不信了，我一滴滴调整，还找不出最佳的配伍。真娘，爷爷，我怎么觉得好似生漆和桐油相容不恰所致？爷爷，我可是按照您说的，每份生料配好以后，都用竹制的勺子徐徐拌之，以防浮沫翻起。你这样，去备一些豆油、麻油、荤油、茶籽油。尽量呢多备一些种类，分量不要太多。若是在这些油料当中找到合剂兴许啊，可以让生漆和桐油彻底的融合，这是烧烟的土办法。我知道了，爷爷。荤油，这荤油烧烟的配方，我怎么觉得我在哪儿见过？荤油烧烟，我一定见过。
杂用指妻子烧之，得烟及精黑，名为七烟。荤油，果然是用荤油。邵管事、孙管事，正好我要去找你们呢，你们快来看看。我昨日突然想到了2个法子，我便来烟棚试了试，现在这烟台是不是可用了？虽有华彩，但油性太大，木泥反而难以成型，松散易碎。看来还是未得要领。没关系，我再试便是了。不打扰2位了。祁东家，请稍等，待我前去禀报。这都是最简单的磨坊，好变得很。你怎么来了？祁祖母，这是我今日才交的新朋友，他不是云兰儿，他叫骆文谦。骆文谦，这盏鱼灯送你。谢谢。甄姑娘，在忙吗？甄姑娘，老夫人托我给你带了红茶，要不要歇一歇，喝一杯茶呀？无杂质，味清香，晶黑发亮，不错不错，确实是不错。不过这质感吧，和这超品烟台比起来，那是差了远了。哎，可惜啊，可惜，属实是可惜，可惜喽。祁东家有何贵干啊？啊，
老夫人托我给你带了红茶，要不要喝一杯？戚东家又是去找戚老夫人，又是来找我，说吧，所谓何事？我就不能来看一看这七烟古墨制作的如何了？哎，别，既然开了，就别着急关上。戚某的确有一事相求。说。甄姑娘能否帮我说服老夫人，一起合作，共商墨事啊？哎呀，说是我没记错的话，戚东家前日刚刚去了田家，又去了陈家，今日又执意要跟李默合作，究竟意欲何为啊？我是一个商人，我能有什么目的啊？我当然是要寻找能够休戚与共的营商之友了。别说是李家，甄姑娘，如果您愿意的话，我也可以跟您合作。既然戚东家不信任我，也不愿如实相告，那你我之间也没什么可谈的了，请回吧。哎，甄姑娘，此言差矣。戚某说的都是实话。再说了，你想想看，你已经在严大人面前应下了七烟古墨一事，入局了，退不了了，所以干嘛不与我合作呢？有了我的相助，甄姑娘一定会事半功倍。我身在局中，这戚东家难道真不知我是拜谁所赐？哎呀，我说甄姑娘，不要总是恶意揣度别人，兴许这布局之人和你同样，执的都是黑子。眼不见风。明白。放这儿了啊。原来甄姑娘制墨之好手艺，皆源自这制墨古籍之技法。想必这是河源的墨迹。这么快呀？啊，您啊，这书卖我100两，您也不亏，知道吗？慢点，这可是孤白。就是这本墨迹。此书，你找人用快马给我大哥送过去。现在到了制墨的关键时刻，千万别有闪失。没想到啊，这戚东家真是博闻强志，对墨学古籍还有所研究呢。甄姑娘可否愿意忍痛割爱？戚某愿意花重金求购此墨迹。戚东家还真是奇怪啊，为何要花重金购买一本旧书呢？这可是古籍孤本，极具收藏价值啊！那哪能是金银所计较的？那恐怕要让戚东家失望了。那请问甄姑娘，甄姑娘是从何处获得此书啊？地上捡的，别人送的，店里买的，总之不是偷的，也不是抢的。甄姑娘说笑了，戚某是真心诚意，想要购买此古籍。戚某身上是有何不妥之处？此书对我来说意义非凡，是他教会了我墨之本源，让我有了养家糊口的本领，也寻得了漫漫求索之路。我时常用这本书告诫自己：若想成就墨道，当心无旁骛，摒弃杂念。因此，
这本书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，我不会将此进行买卖。好，那戚某就不夺人所爱，想必这本书在甄姑娘手里，也是她最好的归宿了。但不知戚某可否借此书在这翻阅一下？请自便吧，不要弄坏它就好。好。甄姑娘，是否在寻找这符啊？戚东家对制墨配伍也有所研究。凡人360节，9窍5脏6腑，想必这符是牲畜之内符。我之前也有过此猜测，不过此处被墨迹晕染，瞧不真切。好，那戚九愿意为甄姑娘寻得此物，3日之内必定送到府上。此事劳心劳力，就不劳烦戚东家了，我自己解决即可。甄姑娘给戚九一些时日，戚九定会让甄姑娘看到我愿与李家合作的诚意。哎，你随便吧，随便吧。你这看个书，在这儿唠唠叨叨的，你把此书还给我，还给我。我这烟还没烧完呢，你在这儿也是碍事儿，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吧。走走走走走，走吧走吧。哎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快走吧。眼不见。这不对啊！怎么不对？这生料、数量和配比都不对。这我如何配料？如何烧烟啊？不行，我得去找那个少管事问问。啊？少管事，狗儿送到烟棚里的生料是您经手的吧？正是，有何不妥啊？那批生料、数量、配比，与这清单上的数量皆有不同。您让我如何配比烧烟？甄姑娘，你几次拿了其他烟棚的东西，我知道你苦心琢磨，并未与你理论，所以这次分发就扣下了相应的数量。您是扣下了，那我生料不够，我如何烧得了烟啊？甄姑娘可有想过，你拿了别人的料，别人如何烧？他们倘或一时急了取了下个月的料，又当如何呢？甄姑娘，你一直随八爷学墨，可知这本你最痛恨的登记册子，最早出自谁手？出自谁之手？难不成是我爷爷？几十年前，李家太爷早逝，6爷、7爷、8爷年纪尚轻，压不住磨坊的制墨伙计们，李墨逐渐式微。后来，是7爷力挺大局，8爷没日没夜研究新墨，6爷四方奔波收料送货，7老夫人在家中坐镇，
这才逐渐稳住了李默，有了后来几征共墨权的盛情。那时我才入李默，也如狗儿一般跑腿学徒，八爷便带着我，处处事无巨细登记入册，一条一条给李默立规矩。甄姑娘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人人竟称李八爷乃当朝治墨5杰之首，你以为只是因为他技艺精湛？我没有治墨的天分，随八爷学了一辈子，只学得了个谨慎2字，便觉受益匪浅。你要随你爷爷学的还多着。那我爷爷当年也像您如今这般不近人情吗？这是八爷亲自记的记录，你看看吧。这是我出生的那一年。是没想到六爷爷也经常被我爷爷记录在册。竟然还有我爹。少管事，之前是真娘错了，真娘认罚。哎，不敢不敢，我不过是死守着李默留下来的规矩。不瞒甄姑娘，姑娘刚来时，我的确心有疑虑。可几日看下来，甄姑娘来我李默，确实不教不纵，日夜不休，一心只想复原故，着实让我心生敬佩。少管事使不得，应当是我向您行礼。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，必须讨个说法。怎么回事？少管事，甄姑娘也在啊，那更好了。少管事，这是魏师傅昨日烧的烟台，你看看，啊，都成什么样了？啊，多亏甄姑娘所赐，这半夜溜进磨坊漏了风，这烟台啊，全毁了。少管事，昨日确实是我心急，半夜进了磨坊，这破坏了烟棚使用的规矩。可我昨日来的时候，这烟棚里早已没有了人，更没有什么烧好的烟台。丫头，你可不能推诿胡说呀！昨日我一直在烟棚里制烟，确实，我亲眼所见。哎，你们是不是也看见了？对。少管事，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无论是使用烟棚，还是领取灯油、生料、物料，只要在磨坊里一切行动，皆由您登记在册。我说的可对？那是自然。昨日我亲自向老少那儿领的烟棚，不信你去查呀。昨日烟棚确实由你使用，但我这里却没有烧烟生料的领用记录，
那你烧的烟台用料来自何处呀？莫非是魏师傅违规在先，取了料却未登记？少管事，我记得您曾经跟我说过，未登记取料，在磨坊中就跟偷没有差别。不，我或许我是前几日剩的，我也记不清了。你上次领用生料是7日前，可你前天就交了货，我也清点了烟棚，没有剩余的。嗨，瞧我这记性，这烟台是我前几日烧砸的，由于事务繁忙，忘了归档登记了，与甄姑娘无关。既然是误会，魏师傅就给甄姑娘赔个不是。磨坊人多事杂，在下记混了，请姑娘见谅。哼，无妨。都散了吧，上工去。多谢少管事。爷爷，当时在磨坊里，爹也被罚过银子吗？哼，何止罚过银子啊！磨坊规矩严，你爷爷又总说，师傅伙计养家不易，不忍多罚。那责任最后还不是全都堆到你爹头上了？当时还没你呢，郑良或许记得，有一次。你爷爷罚了你爹1个月的银子，你爹没钱用，又不敢跟我说，你猜怎么着？你爹竟然半夜偷偷的去翻我的嫁妆，被我当场逮个正着。啊！哦，有一晚你追着爹打，还追出了屋，是那晚吧？娘，是真的吗？娘，那还有假呀？竟然敢偷我的嫁妆，气死我了！所以啊，甄娘、秋娥，你们记好了。以后你们的嫁妆可得藏好了。那男人呐，一个个的，全是大萝卜。爹，我没说您啊。娘，谢谢娘。拿我哥是大萝卜吗？你哥呀，是笨的像萝卜。娘，说你呢，笨的像萝卜。来，萝卜，多吃点大萝卜。我也要。吃。哥，你多吃点萝卜。别说话。甄娘，跟着少安，好好的学。他能教你的，也未必教得到。甄娘知道的。烟台烧得怎么样？只要加了荤油，就有洗不尽的油花。我试了几种法子，效果都不是很理想。不过爷爷您放心吧，我这个事情已经有了眉目，再不济，我就将那些牲畜6腑一一试过，总能够找到合适的配伍。那就好，快吃饭吧。何种牲畜不知，何种内腑不知，光要是配伍就要试将近100种，何时是个头？看来甄姑娘还是不相信戚某啊。我从不将希望寄托于人。中卿之府，为胆。这几日戚某乃是夙夜奔波，拜访了诸多红学大儒，这才确定古籍当中所在乃是中卿之府。之前
态度多有得罪，祁东家莫要见怪。哪里，只是虽然戚某已经确定这古籍当中所在乃是中青之符，不过具体是哪种牲畜的胆汁，戚某啊，祁东家已经帮了我许多，剩下的我自行解决即可。请。多谢啊。不客气。祁东家还有何事吗？哦，若是没什么事的话，请自便吧。请吧。好。成了。八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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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八爷，陈家烧出了失传许久的超品古方七烟台。爹，快了，快了。
京东，京东，别做了，真娘已经成功了。她把七烟古墨的超品砚台复原成功了。七祖母，真娘成功了。真娘啊，这七烟台大成啊，李默便有救了。真娘，是你救了李默。七祖母替李默谢过你。七祖母，您快请起，这如何使得？七祖母不必言谢，这是真娘应该做的。这七烟古墨的砚台配伍已经完成了。只要完完整整地复原出七烟古墨，还有无数道工序。七祖母今日将这件大事全虚全意地交到你手上了。七祖母放心，真娘一定不负您所托。这青椒10万锤，少了一锤，便是毁了李家的名声啊！娘，咱们要对真丫头有信心。别叫人吧！没事，你们继续，不用吵，就是我看不见。怎么了？没有。听我讲，怎么回事？
老夫人。七婶，这便是真娘复原出的七烟古墨。春夏秋冬，为何要用四季做雕版图样呢？这是真娘提议的。她说啊，这四季图暗含着制墨的不易，也希望好墨能伴人长远，一年四季墨色不绝。哎，对了，这上面描金还是少管事亲笔描绘的。惭愧惭愧，跟着八爷半辈子，墨没学成，只学了些皮毛。七祖母，这墨复原的如何？好得很。真娘啊，一块墨，烧烟几百碗，合胶上万锤，还需雕印、脱模、晾干，制墨不易呀。这里有整个磨坊里的墨工的辛劳。真娘懂得。爷爷，爷爷，七烟墨复原出来了。制漆研墨，心思一浮，就会有媚色。这墨金石如玉，我们李墨